淘淘，前面就到你家了，我有件事儿一直想和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看，咱们都谈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结婚啊？这结婚这事儿，你不应该问我，应该问你。问我？对呀，这结婚得有房子吧，得给彩礼吧。这你家什么都没表示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跟你结婚呀？你总不能让我跟你裸婚啊？你说这个呀，这个我还没问我妈呢。要不你明天去我家，咱们一块儿跟我妈商量商量。行，到时候再说吧。那我进去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家了。行，回吧。妈，我今天带淘淘过来，是想商量一下我们结婚的事。那好呀，有什么事你们说吧。淘淘，你有什么想跟我妈说的，你就说吧。那行，那我就简单说说。阿姨，我要是跟强子结婚的话，彩礼18.8万。18.8万，行，淘淘，只要你们以后过得好啊，你提这个条件，阿姨答应了。还有5金，还有上轿礼、下轿礼，这些一样都不能少。好好好，这些礼节啊，我们一样都不会少的。不过阿姨，我还有最后一个条件，你要是答应，我就和强子就可以结婚了。什么条件？淘淘，是什么条件呀？你就直说吧。行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就是再买一套房子。再买一套房子？对，如果以后我们结了婚，肯定要单独住的，不可能跟妈一起住吧？可是淘淘，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，再说了，我们家这房子也是刚买没多久的，就是为了给我结婚用的。这房子也可以，但是我刚才都说了，我不想跟你妈一起住。淘淘，你提出的条件啊，阿姨都可以答应。可是再买一套房子，阿姨现在手里啊，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你看，要不等你和强子结了婚以后，咱们呀再想办法再买一套，行不行？阿姨，您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别人都是先买房后结婚，你倒是会算呢。结了婚以后，这房子还能买得成吗？淘淘，可是我们家买了这套房子，就已经花光我们家的所有积蓄了。你要是让我们再买一套，这不等于要了我妈的命吗？你别跟我说这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有房就结婚，没房这个婚就别结了。淘淘，你现在这样说，看我们家这个条件，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呀。那你们的意思就是不买了？那不买还谈什么呀？走了。淘淘，你干什么去？淘淘，快去追他！淘淘，干什么呀？你说我干什么呀？你说你这第一次来我们家商量彩礼的，你怎么对我妈说话这个态度啊？那你要我什么态度啊？哦，结婚呢，连房子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跟你结呀？那我闺蜜朋友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们都有单独的房子，凭什么我没有啊？到时候她们知道了不笑话我啊？还有，到时候结了婚跟你妈住在一起，那多不方便呀！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会有的。行了吧，别给我画大饼，这一套我可不吃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我们家真没钱。那简单呀，2条路，要么把你妈赶出去，咱们在这儿结婚；要么找你亲戚朋友那边再借一借，再买一套房子。行了，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，我走了。淘淘，你等我消息啊！强子，你给淘淘是怎么说的呀？妈，要不你还是搬出去吧。儿子，你让我搬出去，我搬哪去啊？搬回老家去啊？能搬哪儿？咱老家那房子呀，10-20年都没住过人了，你让妈搬回去，要是万一下雨了，妈怎么住呀？那这时候不是没下雨吗？你搬回去，到时候翻修翻修，不照样能住人？你迁就着不行吗？儿子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妈说话呢？我不这样对你，我应该怎么对你啊？你也不想想，我都多大了，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儿呢。儿子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淘淘呀分手吧，我再让你王婶啊给你介绍一个农村的，这样啊，他也不让咱家买房子了。再说了，就像淘淘那样的姑娘，就是嫁到咱们家了，咱们呀也凑不住她呀。怎么就凑不住了？
那是你受不住，你又不在这个家住，你管我干什么呀？你回你的老家不就行了？我告诉你妈，我就喜欢淘淘，我这辈子非淘淘不娶。你要是想让我一辈子打光棍的话，你就一人在这住着吧，我走。儿子，你别走，妈同意回老家还不行吗？妈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这还差不多。等等，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结了婚以后，你没什么事就别过来，不要干扰我们的生活。好。还有，以后淘淘如果不喜欢你的话，我也不一定会回去看你，你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吧，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好，儿子，我知道了。这把儿子养大了，没想到儿子竟然这样对我。我昨天不是刚给你过钱吗？你怎么还给我要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昨天吃过饭了，今天就不吃了？你给我那一点钱够干什么的呀？可是我一个月就挣这么多钱，那你每天都花这么多，你每天就给我那么点钱，够干什么的呀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那你就不能省着点花吗？省着点儿，你还要我怎么省啊？那我闺蜜她今天买个包，明天买个鞋，全是名牌，都是上万块的。我买了吗？我才买了一个包，2000块钱，我说什么了？他们还今天换车，明天换房的，咱家呢？你看还是那个房子。你行了，别吵了，2000块钱一个包，便宜吗？淘淘，你从嫁到我们家，你就嫌弃这嫌弃那的，老是跟别人比，你跟别人比什么呀？我们家就这条件，因为你，我都把我妈赶到农村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哎，你给我提这事儿干什么？你妈是你赶出去的，又不是我赶出去的，你吼我吼什么呀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吗？要不是你，我能把我妈赶出去吗？那还是你想赶？你赶你妈的时候，我没在旁边吧？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，我做不了主吧？那还不都是你一手造成的？现在你反过来怪我，你可真是个人！还不都是你逼的吗？我逼你什么了？结婚结到这个破房子里，我说什么了？都是我当初没眼光，怎么就嫁给了你呀？好，你没眼光啊！你再给我说遍试试。我说怎么了？你个窝囊废！你，好的，你在这装什么呢？你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会晕倒了呢？淘淘，你别吓我，我不惹你生气了。淘淘，喂，120吗？快进来，叫我有什么事呀？坐下说。儿子，这太阳打西面出来了，又让我来的。妈，淘淘得了重病，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他在医院住着院呢，你帮帮我吧。我帮你，我一个老太婆，我能帮你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也没有什么钱，我的意思是等淘淘出院了，让你在这个家里住着，能好照顾照顾淘淘。儿子，你现在怎么让我过来住了？以前啊，你不是说我走了以后就永远不要进你这个家门吗？妈，你就别生我当年的气了，当年都是我不对，现在你就在这家里住着吧，在这住着总比老房子强吧。什么老房子呀？我现在啊有新房子住。有新房子住？你哪来的新房子？我跟你说吧，家里呀老房子拆迁了，分了我一套新房子，而且啊又赔了我80万块钱。什么？我说妈，这事你怎么早不告诉我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呀？我是你儿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我儿子，你当初是怎么说的？你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吧。
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当时你说的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妈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记我小孩的仇呢？我不管，赔的房子和钱都是我的。强子，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道你自己错呢，还跟我这样说话呢？我告诉你吧，钱和房子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你也休想再从我手里要到一分钱。你什么你呀？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娶了淘淘呀，以后啊就没你的好日子过。来到他们家呀，咱也伺候不住他，怎么说你就是不听。现在淘淘这个下场啊，我看呀，他就是报应。妈，我错了，你就可怜我，就帮帮我吧。你现在知道错了，我告诉你，晚了。你当初啊，把我的心伤透了。我走了。妈，这都怪我，都怪我当初不应该那样对妈，这都是我的报应啊。